我天生好运，不但能生，还能决定肚子里孩子的性别。皇帝年幼时坏了根基，为了繁衍子嗣，将我娶进宫中。因此第一年，我没有干预肚子里孩子的性别，生了个女宝。结果皇帝见她第一面，就将她重重摔在地上，将我一剑了结，怒斥着这根本不是我想要的。第二是，我将肚子里的女宝变成男宝，皇帝只是看了一眼就将她掐死，把我扔进粪坑，活活溺死。第三是，我生了个不男不女的，他将我和孩子绑在柱子上，活活烧死。再睁眼，我第四次重生，看着皇帝对着我肚子一脸的期待，我忍不住问：你到底想要个什么性别的孩子啊？跟前三世一样。沈之恒眉眼温柔，只要是我们的孩子，我都想要。说完，虔诚低头在我肚子上落下一个吻。我怎么也没办法将这个温柔的沈之恒跟前几世杀我的暴君联系在一起。沉吟半晌，我忍不住试探：那这一胎我们先别要了，过2年再要孩子，你觉得怎么样？你说什么？话音未落，沈之恒已经冷着一张脸站起，宫女和太监吓得跪了一地。我只能硬着头皮开口：我说我不想要这个孩子。沈之恒暴怒：胡闹！顺手抄起桌子上的茶杯朝我丢来，我来不及躲闪，侍女希儿突然出现，挡下了茶杯，扑通跪地为我哭着求情。陛下息怒，小皇子近日闹腾得厉害，娘娘实在是不堪其扰，才讲了胡话的。听了这话，沈之恒脸上的怒意才收敛些许，弯腰安抚我：燕回，朕知道你怀孩子辛苦，但是再怎么样也不要拿孩子跟朕开玩笑。你明明知道朕多盼望这个孩子的出生。他叹了一口气：你再忍忍，还有2天你就可以把肚子里的孩子生出来了。你这2天好好养身体，不要出岔子。我们家族女子天生好运，不但能给绝嗣男子繁衍后代，还能控制腹中胎儿的性别，甚至能选择把孩子生产下来的时辰。在我怀孕第1天，沈之恒就找人算过，2日后的辰时3刻生下的孩子能够拥有传说中的贵命。只可惜我生下来的孩子却没有一个好下场。沈之恒见我面色不佳，还真以为我是被孩子折磨的，又安慰了几句，陪我用过膳后才离开。离开不久，太监总管就抬着2箱金银珠宝进了我的宫殿，都是各国进贡的稀世珍品。沈之恒生怕别人不知道他对我的宠爱，以往见到这些我都会高兴很久，眼下我却没有任何兴致。希儿准备清点，离开时我听见他嘟囔了一句：陛下这么期待小皇子降生，为什么还杀他们？听到这句，我慌忙起身抓住他的胳膊。你说什么？希儿吓得跪下来。没什么，娘娘，是我说错话了。我直勾勾盯着他。你怎么会知道沈之恒杀我孩子？难道你也重生了？事实跟我想的一样，希儿也重生了4次。他说在我死后，沈之恒都会把接触我的宫女杀干净。说完，希儿古怪地看了我肚子一眼。娘娘，陛下为什么会这么做啊？难道你肚子里的孩子不是他的？怎么可能？沈之恒小时候被人下了毒，不能人道，不知是不是因为这个，沈之恒登基后没内过一个妃子，只能接触过后宫的男人，都被禁过身。第一事实，我曾想过他或许怀疑孩子可能不是他的，所以才如此愤怒。可经过几世试探，我发现沈之恒知道的，我肚子里的孩子就是他的。那奇了怪了。希儿也有点泄气，您生小公主生小皇子，陛下都不喜欢，甚至连那样的陛下也不高兴，他都不满意的话，难不成他不想要个人？希儿本是玩笑话，没想到我听完一跃而起。或许你是对的，咱们陛下根本不是个人。我进宫前，宫里的嬷嬷来家里教过规矩。闲暇时曾听说过，沈之恒娘亲原先是在先帝身边的大宫女，伺候了几年，一次醉酒后才有的沈之恒。他娘母平子贵被册立成妃，受尽宠爱，却在生下沈之恒之后撒手人寰。去世的原因只对外说是产后大出血，然而那个嬷嬷却说是因为沈之恒的娘亲根本不是人。我诧异极了，不是人？那是什么？是一只狸猫。嬷嬷告诉我，沈之恒他娘刚生产完就现了原形，变成了一只狸猫。沈之恒生下来也是半人半猫的姿态。先帝一进门看到这一幕，这才勃然大怒，一剑就将他娘捅死了。当时我根本没把这个故事放在心上，如今想来，也许沈之恒真的是一只狸猫。希儿眼睛亮了一下，很快又暗淡下来。可这个故事也不知是真是假，如果不是真的，我们岂不是又要死一次？闻言，我也有些泄气。死我倒是不怕，但沈之恒折磨人的手段越来越残忍。想到这里，我忍不住有些发愁。忽然，我脑海里闪过一个人，我知道找谁打听一下这件事是真是假了。我带着希儿来到了一处偏僻的宫院内，这里面住着沈之恒的奶娘。当年沈之恒亲娘去世后，先帝没有把他过继给其他妃子，反而让他的奶娘将他抚养长大。因为没有母后撑腰，所以沈之恒小时候过得很苦。先帝不拿
拿他当儿子，皇子不认他当兄弟，宫里的奴才又都是看人下菜碟的主，他经常被小太监们欺负。沈之恒跟我说这件事时，将我猛地抱紧。所以不管你给我生个什么样的孩子，我都会好好对他，我会做好一个父亲，不会让他走我的老路。他说这话时是那么的真诚，又是那样的渴望亲情，难道都是骗我的吗？我和沈之恒奶娘见过几次，他是个很善良的人，我将听到的传言说给他听，他哈哈大笑。你们听谁说的？陛下怎么可能会是只狸猫啊？我瞪大眼睛，不可能吗？绝对不可能。奶娘说沈之恒出生的时候是他接生的，沈之恒娘亲就是因为生孩子去世的，根本就没有变成狸猫。之所以宫里会传这个故事，是因为沈之恒总是受欺负，于是他编了个这样的故事，这样大家觉得他是猫妖，就不会欺负他了。说到这里，奶娘拍手，我这里还有陛下小时候的画像呢。他起身在屋子里箱子翻了翻，很快拿出几张泛黄的纸来，只有年头，上面的人却还栩栩如生。我在娘家时学过画画，陛下小时候实在是太可爱了，所以每隔一段时间我就会给他画一张。从成年开始，希尔和我一页页往下翻，翻到最后一页的时候，我瞪大眼睛。这张应该是沈之恒刚出生不久的样子。希尔也看出了什么，拉着我的衣袖小声开口：“这不是。”他没把话说完，但我也读懂了他的意思。我那几个孩子的模样，希尔也见过，跟画像上的沈之恒简直一模一样。这个认知让我们两个变得更加不解。如果是人，我的孩子们和沈之恒长得如此相似，那究竟是什么地方出了错？沈之恒会这么狠心，杀了我们一个又一个孩子？解铃还须系铃人。既然在奶娘这里找不到答案，我准备再去找一趟沈之恒。我到沈之恒宫殿时，他正在亲手做小孩玩的桃木剑。见到我，他招呼我过去，等孩子出生，他就可以玩了。你说他会喜欢朕给他做这个吗？我微微皱眉。沈之恒明明是95之尊，却喜欢亲手给孩子做一些小玩具，拨浪鼓、桃木剑、缩小版的红缨枪。以前我只觉得他这么做是真心喜欢孩子，如今才察觉出不妥。沈之恒明明知道我肚子里的是个女孩，却做的都是男孩子喜欢的玩具。我咬唇试探道：“陛下，其实你更想要个男孩是吧？”沈之恒一愣，半天他开口：“燕回，你想听实话吗？”我屏住呼吸，点头：“陛下，如果你真的想要男孩，我可以，男孩女孩对我来说都一样。”沈之恒过来捏了捏我的脸：“朕做这些不只是给孩子做，也是给朕自己做的。”沈之恒说先帝也很喜欢做一些小玩具，不过那些都是给别的皇子的，从来没有沈之恒的份。而且沈之恒告诉我，他不只是做了男孩的玩具，女孩的也有。他牵着我的手打开了一扇柜子，里面摆满了丑陋的布娃娃。他不好意思道：“因为朕的女工不太好，所以一直没有给你看。燕回，你尽管安心生，哪怕你给我生个怪物出来，我也会好好爱他的。”我拿起其中一只布娃娃看了许久，然后点了点头。我刚回宫，希尔就着急忙慌将我拉进房间里，他确定没人偷听后，悄悄告诉我：“娘娘，你跑吧。”我一时有点不理解，什么跑路吧？希尔不知道从哪拿出来一个包裹，直接塞到我手里。我想过了，与其咱们3个人再死一次，不如把你和小公主保下来。我已经打点好了，后门有人接应你，等你出了宫门，到时候我会装成你的样子，等陛下发现我，你们一定能出城。我看了希尔许久，把包裹还了回去，让他放好。希尔急了：“娘娘，你不要犹豫了，再不跑真的来不及了。”没事了，我长吸一口气，跟希尔说，我已经知道沈之恒想要个什么性别孩子了。刚才他给我看给孩子做的玩具，其中一个布娃娃我发现了一点情况，我这才知道他想要的不是男孩，也不是女孩，而是想要。我看着希尔满是期待的眼睛，指了指我自己的肚子，我肚子里出来的，不管是男是女，哪怕是只狗，他都想要。希尔被我搞得一头雾水。娘娘你在说什么啊？如果陛下真的想要你肚子里的孩子，为什么会杀了咱们这么多次啊？见我一脸笃定的样子，希尔以为我被沈之恒又洗了脑，语气也急了几分。娘娘，你清醒一点，你是不是忘了自己前几是什么下场？如果这一次再生产，恐怕我们要被凌迟了。我拍拍他的手，不会的，希尔，这次我们一定不会死的。不过有些事我暂时还不确定，所以需要你去帮我做件事情，到时候我会把真相告诉你。听完我的话，希尔虽然搞不懂我这么做的意义，还是点头。娘娘，我一定会办好这件事。很快就到了我生产的日子。这一天，沈之恒连朝也不上了，让太医院的太医们都在我屋外候着，上好的补品在火上炖着，时刻准备为我补足体力。沈之恒还请来了3个经验丰富的稳婆为我接生。还没生产，沈之恒就坐在我床旁，紧紧握着我的手，在我额头上落下一个轻柔的吻。燕回，别怕，我会一直在这里陪着你，直到我们孩子生出来为止。稳婆听了直夸我好福气，自古妇人生产被视为血光之灾，男子皆避之不及，视为不祥，陛下竟不顾忌讳，亲身守在榻前，这份心意实在难得，可见与娘娘情深意重，非同一般啊。
一个稳婆夸赞后，剩下几个稳婆也跟着附和。沈之恒除了某些事上有些偏执，其余时间大家都觉得他不太像个皇帝。先帝好色，所以广纳后宫，皇妃多，皇子更是成群，以往夺嫡，失败者下场无一不是五马分尸。可沈之恒上位之后，竟然将活下来的兄弟们好生安顿。按照祖制，先帝驾崩后，他那些妃子也应该跟着一起陪葬。沈之恒却废除了这件事，现在还将那些妃子养在后宫。但他因为自己不能生，他的后宫至今只有我一人。所有人都说沈之恒娶我是因为我能给他繁衍子嗣，可就在成亲当夜，他就红着脸跟我告白，说是真心喜欢我。婚后他更是给足我尊重和体面。如果是以往，别人说我好命，说我好福气，我内心会觉得很是甜蜜。可现在知道了沈之恒的真面目，我只觉得恶心。沈之恒守在我床旁，不是因为担心，也不是不害怕不想，而是比起这些，他要确定这孩子是从我肚子里生出来的。在沈之恒催促下，我吃了家族秘药，药一下肚，我的肚子就有了动静。疼痛从小腹蔓延至全身，冷汗打湿了我身上的被褥。我疼，沈之恒仿佛比我还疼，他一脸担忧，一直念着我的名字，燕回，不要怕，我在。最终在一声啼哭之后，我的孩子顺利生出来。沈之恒拿着面巾将我脸上的汗水擦去，然后又亲了亲我的脸。燕回，辛苦了。做完这些，稳婆也已经将孩子擦干净，她抱着来给沈之恒看。陛下，娘娘生了一个漂亮的小公主。沈之恒将孩子接过那一刹那，我闭上眼睛，尽管已经经历过3世，亲眼看着自己孩子被杀，此刻我也不敢再看，这不是我想要的孩子。熟悉的话在我耳边响起，只听咚的一声，嚎啕大哭的孩子就没了声音。我睁开眼，屋里屋外的人跪了一地。沈之恒正拿着剑，一下又一下的往孩子身上捅，血溅在我的身上和被子上。沈之恒足足砍了99下，这才收了手。他抬头看我，表情凶狠。林燕回，你算哪门子的好运女，竟然连我想要的孩子都生不出来，你去死吧！说着，他提剑向我刺来，就在剑尖抵在我喉咙的时候，我笑了。沈之恒，你确定要杀我？那你就找不到我给你生的孩子了。沈之恒手一顿，他看着我，什么意思？我坐起来，往后退了几步。我已经知道你所有的计划了，你现在杀的根本就不是我们的孩子，你怎么可能会？沈之恒愣了几秒，然后低头看去，只见被他捅成饺子馅一样的孩子在一瞬间变成了一块烂猪肉。见状，所有人都惊呼一声。沈之恒脸一白，怎么会变成这样？大家都知道，我们家女子之所以好运，是因为我们祖上曾帮助过一个江湖术士，当时那位江湖术士命悬一线，是我家老祖宗把他带回家，给他请来大夫，待他痊愈后，说他本是上天下凡的神仙，问我老祖宗可有什么心愿。我老祖当时并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只对他说，心愿谈不上，只希望以后我的子孙能多子多福。也就是这一句话，让我们整个家族的女人变成了好运女。但没有人知道，除了好运体质，那位术士还留下来一本秘籍，里面不但有能让腹中胎儿转变性别的秘药，还有让别的东西转变成胎儿的障眼法。我们家族生孩子根本没有那么困难。我早在昨天晚上就把我的孩子生了下来，让希儿带着离开，之后便将这块猪肉塞到肚子里，营造生孩子的假象。听到这里，沈之恒勃然大怒，他直接掐住我的脖子，既然你已经知道了这一切，那就赶紧把孩子交出来，不然我就杀了你。我平静地看着他，不管我把孩子交不交出来，你都会杀我，那我为什么要交？如果我不交孩子，死的只是我而已，但是你不想死。沈之恒冷笑，林燕回，如果你想死，你就不会在我对你动手时说出真相，你这么做不还是想活着？只要你说出孩子的下落，我可以不杀你，我是不想死了，但我也不会相信你的话。我耸肩，我有的是办法，让你送我离开。沈之恒笑了，林燕回，你可真是天真，我怎么会送你离开？除非我从被子里掏出一个布娃娃，除非我有这个。看到这个布娃娃的瞬间，沈之恒双目变得赤红，他伸手来抢我手里的东西。你怎么会拿到这个？还给我。我静静地看着他，知道眼前这副模样才是真正的沈之恒。我告诉他，想要就送我离开。沈之恒死死盯着我手中的布娃娃上，最后几乎是咬牙切齿，送他出宫，按他说的做。马车在夜色中疾驰，我到了城郊荒废的土地庙，我一言将布娃娃放在神龛之下，之后我假装往南方走，其实是走了另一条密道，折返宫中。暗室内，希儿抱着安睡的好孩子，见我归来，长舒一口气，娘娘，您可算回来了。我接过她怀中的孩子，忍不住逗弄了2下。希儿再也忍不住，娘娘，我还是不明白，为什么陛下会因为一个布娃娃让步？那不是普通的布娃娃。我叹了一口气，事到如今，也确实没什么好隐瞒的了。
我仔细检查过，那些丑陋的布娃娃里，只有这一个针脚最乱、最旧，里面填色的也不是寻常棉絮，而是混杂着特殊草药、浮灰，还有人的头发与指甲碎屑。所以这个布娃娃不是死物，应该是活的。希尔倒吸一口凉气，活的。我说，换句话说，这布娃娃里面有个小孩的灵魂。你还记得我跟你说，知道我想要的个什么孩子吗？他想要的就是布娃娃里面的那个孩子。希尔因为我的话变得一惊又一惊。什么孩子？别说希尔惊讶，就连我猜到这一切的时候，我都没想到。我第一次有所怀疑，是看奶娘的画，那些画里沈之恒小时候只有他一个人，后来的画里就多了一个女人。虽然那个女人出现的次数不多，但我还是一眼认出这人是先帝的一个叫李薇妃子。沈之恒后宫只有我一个人，所以先帝的那些妃子吃穿用度都是我打理，那些妃子我都见过，李薇是里面最不起眼的一个。以前我也觉得沈之恒对所有先帝的妃子好，是因为他大度，心怀慈爱。看到那些画，我才意识到不是的。画里两个人神态自若，看起来就像是亲密的爱人。以前我悄悄打听过，李薇在嫁给先帝前，曾经照顾过沈之恒一阵。李薇被先帝看中那日，恰是沈之恒16岁生辰。他唤衣时哼的江南小调被南巡归来的先帝听见，叫捻停了一炷香。当夜他被裹进锦被抬往了寝殿。自那以后，沈之恒像变了个人，他开始在骑射场上拼死搏杀，在文华殿通宵达旦。先帝终于注意到这个沉默的皇子，赏他参与朝政。不过自从沈之恒平步青云后，反而再也没找过李薇。所有人都觉得他们两个决裂了，其实不是，两个人背地里偷情，还生下来一个孩子，是个男孩。我看着烛火，不过那个孩子没多久就查出来重病，沈之恒偷偷找遍了全天下的名医，都没有办法救治。最后的关键时刻，他找到了个巫医，那个巫医用巫术把孩子灵魂封印在布娃娃，肉体则被沈之恒藏了起来。希尔瞪大眼睛，那沈之恒为什么要娶你呢？是啊，既然有心上人，李薇也能给他生孩子，为什么还要我这个好运女呢？原因自然是李薇在给他生了那一个孩子后失去了生育能力，又因为失去了孩子，失去了求生能力，所以这些年沈之恒一直在找让孩子重生的办法。说到这里，希尔明白了什么，他看向我怀里的孩子，他一次又一次杀你俩的孩子，不会是因为这个孩子能让那个孩子重生吧？我点头，只要在特定时间同时杀掉我们母女二人，就能完成换命之术，所以不管我生出来的是男孩还是女孩，沈之恒都会要。换句话说，沈之恒都会杀掉。希尔很久才把这些信息消化干净。那娘娘，我们现在要怎么办？难道要在这个暗室躲一辈子？我还没开口，暗室的门忽然晃动，然后被人从外面打开，灯火照亮沈之恒的身影。他低沉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林燕回，你果然在这里。我看到他的时候，往后退了2步，下意识将孩子抱紧。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他还没回答，希尔就把孩子抢了过去，然后将孩子递到沈之恒面前。陛下，孩子我给你抢过来了。我扭头不可置信地看着希尔，希尔，你疯了？你为什么要这么做？我没疯。希尔回头看我，我只是不想再死一次了。只要跟着你，我就一定会死，所以我不如把这件事捅出去。原来是这个原因，我有点无语。你以为你告诉他你就能活了？现在你知道他所有真相了，你还想活？一起死吧！我不但告诉他你把孩子藏在这里，我还说了咱们重生的秘密。我感觉既然每次咱们3个人都重生，说明只要有一个不死，这种循环就会结束。希尔开口，所以只要事后我喝下哑药，这辈子不开口就不会有任何问题。陛下也答应我了，只要这件事过去，他就给我享不尽的荣华富贵。我震惊地看着他，你以为自己当哑巴就没事了？你还有手，你还有脚，你照样能泄密。闭嘴！沈之恒冷声打断我的话。都这个时候，你还有心操心别人，想想你自己的孩子吧。话音刚落，他就将手中的孩子高高举过头顶。我连忙开口，不要！沈之恒，已经过了你想要的时辰，你现在杀了他也没有用了。时辰？沈之恒一愣，继而笑出声。你还真以为我杀你们是需要在特定的时辰啊？那个时辰不过是我绵绵出生的时辰，我让你这个时辰生，不过是在缅怀他。这么长时间里，我在你身上下的东西已经生效，不管你和这个孩子什么时候死，绵绵都会回来。你们去死吧！我惊呼，不要，你会后悔的。说完，沈之恒手一松，孩子在我面前直接跌落，他嘴角幅度加大，手上的剑捅穿孩子的心脏，然后他抬头直勾勾看着我。接下来该你了。我往后退了2步，脸上的悲痛在一瞬间变成得逞。沈之恒，要不然你看看这个孩子，是不是你想要的那个？都到现在了，你还想耍什么花招？沈之恒拧眉，拿着剑去掀开孩子身上的
襁褓，看到孩子的真面目那瞬间，他双目变得赤红。绵，沈之恒抬头看我，眼底都是不可思议。你怎么会？我怎么会知道他的藏身之所？我看着他，要想保持尸身不腐，一是要灌入水银，二是要保持低温。那天你给我看布娃娃的时候，我就感觉你那个柜子后面有含义，所以在我找布娃娃的时候，自然也找到了那个密室。沈之恒啊，沈之恒，兵不厌诈，这么简单的道理你都不懂，活该你护不住自己的心上人，也保护不了你的儿子。沈之恒被我刺激的不轻，他咬牙切齿说出我的名字，林燕回，你个毒妇，你不杀朕的绵绵你都活不了，你竟然还杀了他，我现在就送你去归西。他伤心欲绝，举起剑就朝我刺来。如果是前4是那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林燕回，这一剑必定避无可避，但我早有防备，我猛地向后仰倒，就地一滚，冰冷的剑锋斩断了我的一缕长发。沈之恒的身体僵住了，我半蹲在2步开外，冷冷地看着他，他那一剑没有刺中我，而是直直地贯穿了石台上那具他日思夜想的尸体，也就是他心心念念的绵绵。短暂的死寂后，沈之恒爆发出了一阵撕心裂肺的惨叫，他慌乱地松开握剑的手，像是被火烫到了一般。绵绵，我的绵绵，我抱着怀里安睡的女儿，站直了身体。前4世，他也是这样毫不留情地杀害我的孩子。那时，我也曾像他现在这样跪在地上，苦苦哀求他高抬贵手，可他给我的只有残忍的折磨。沈之恒亲手杀死自己儿子的感觉，怎么样？我轻笑出声，声音在暗室里回荡。他猛地转头，双眼赤红如血，死死地盯着我。林燕回，我要杀了你，我要把你千刀万剐。杀我？你凭什么杀我？我往前走了一步，声音陡然拔高，是你自己蠢，是你自己亲手毁了他最后的希望。你以为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吗？你以为我还会像前几世那样傻傻的任你宰割吗？其实从我找到这个暗室的第一天起，我就动了手脚。沈之恒瞳孔骤缩，不可置信地看着我，你做了什么？也没什么。我轻描淡写地说，保持尸身不腐，靠的是水银和极寒的温度。我只是每天悄悄溜进来，用细针在封存水银的底座上扎几个孔，再往冰块里撒点盐罢了。沈之恒的脸色瞬间变得煞白。盐能加速冰块融化，这是常识，而水银的流失更是致命的。毒妇，你这个毒妇！沈之恒气得浑身发抖，指着我的手指不停地哆嗦。我毒！我大笑起来，笑出了眼泪。沈之恒，你有什么资格说我毒？你为了复活这个孽种，杀了我4次，杀了我们4个无辜的孩子，甚至连那些无辜的宫女太监都被你灭口。你才是这个世界上最自私、最恶毒的怪物。角落里一直躲着不敢出声的希儿此刻正瑟瑟发抖，他大概是没想到事情会发展到这个地步。在他的设想里，只要他出卖了我，沈之恒拿到孩子就会放他一条生路，给他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可他太不了解沈之恒了，一个连亲生骨肉都能毫不眨眼杀掉的疯子，怎么可能会兑现对一个奴婢的承诺？沈之恒的目光终于落在了希儿身上，那眼神像淬了毒的利刃。是你！希儿吓得双腿一软，陛下饶命！陛下饶命啊！奴婢什么都不知道，奴婢只是带路，你带的好路。沈之恒猛地冲过去，一把揪住希儿的衣领，将她整个人提了起来。如果不是你把她带来这里，绵绵怎么会死？如果不是你没看好她，她怎么有机会动手脚？沈之恒把所有的怒火和绝望都发泄在了希儿身上。陛下，奴婢真的不知道啊！奴婢一心为了陛下！希儿哭喊着，双手死死地抓住沈之恒的手腕，想要掰开他，可沈之恒的力气极大，死死地卡住了希儿的脖子。既然绵绵死了，你们所有人都要给他陪葬。希儿的脸瞬间涨得通红，双眼外凸，双腿在空中痛苦地蹬踹着。他艰难地转过头，向我投来求救的目光。娘娘，救我！他向我伸出手，指尖在空中绝望地抓挠着。我冷冷地看着他，站在原地一动不动。希儿，你刚才不是说你不想死，所以要把我捅出去吗？我看着他痛苦挣扎的模样，语气平静的可怕。你说只要当个哑巴就能活命，可惜啊，你连当哑巴的机会都没有了。背叛者从来都不会有好下场，这个道理你到死都没明白。希儿的眼中满是悔恨和恐惧，他的挣扎越来越微弱。一声脆响，沈之恒硬生生地拧断了希儿的脖子。他被沈之恒随手扔在了地上，沈之恒喘着粗气，双手沾满了鲜血，转过身再次看向我。林燕回，现在轮到你了。他弯腰捡起地上那把剑，向我逼近。我下意识地抱紧了怀里的女儿，这孩子似乎也感受到了危险，在襁褓里不安地扭动了一下，却没有哭出声。沈之恒，你真以为我会毫无准备地站在这里跟你废话吗？我一边后退，一边将手伸进袖子里。沈之恒冷笑，你还能有什么手段？暗室的门已经被我锁死了，外面全是我的人，你今天插翅难逃，是吗？我的后背贴上了冰冷的石壁，退到了暗室的最深处。沈之恒举起剑，猛地朝我劈来。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我按下了藏在石壁缝隙里的一个机关，轰隆一声巨响，暗室的地面剧烈地震动起来。
沈之恒脚下一晃，险些摔倒，头顶的石板开始松动，大块大块的灰尘和碎石簌簌落下。沈之恒大惊失色，你做了什么？这是我送给你的最后一份大礼。这个暗室本来就是前朝留下的一处隐秘地宫，我在这几天的查探中，不仅发现了沈之恒藏尸的秘密，还摸清了这里的机关构造。为了今天，我提前割断了承重柱上的一根关键牵引绳，只要按下这个机关，整个暗室就会在一炷香的时间内彻底坍塌。疯子，你这个疯子，你想跟我同归于尽吗？沈之恒怒吼着，想要冲过来抓我，但他刚迈出一步，一块巨大的石头就砸落在他面前，拦住了他的去路。紧接着，四周的墙壁开始向内挤压，原本存放冰块和水银的水槽也因为震动而破裂，水银挥发出的毒气加上坍塌的落石，足以让沈之恒死无葬身之地，同归于尽。你也配？我轻蔑地看了他最后一眼，然后我猛地转身，用力推开身后的另一块石板，一条幽深狭窄的密道出现在我面前。就在我即将钻进密道的那一秒，一只沾满鲜血的手猛地抓住了我的脚踝。别走，把你肚子里的怪物给我留下！沈之恒不知从哪里爆发出一股力量，竟死死地拽着我。我一个踉跄，险些摔倒在地，怀里的孩子也被震得哭出了声。滚开！我心急如焚，用力地蹬踹着他的手，可他死不松手，甚至顺着我的腿想要往上爬。林燕回，你跑不掉的，你们都是绵绵的养料，你们生来就该为了他去死。我怒火中烧，眼神一狠，拔下头上唯一的一根金簪，对准他的手背狠狠地扎了下去。沈之恒吃痛，手上的力道稍微松了一瞬，我趁机抽回脚，一脚重重地踹在他的心窝上。沈之恒被我踹得向后翻滚，石柱轰然倒塌，彻底封死了他追过来的路。他只能绝望地看着我消失在密道口。林燕回，你给我回来！你把孩子给我留下！我头也不回地钻进密道，反手死死地扣上了机括。密道里一片漆黑，我手心里全是冷汗，但我成功了。我低下头，轻轻碰了碰女儿柔软的小脸，她睡得很沉，呼吸均匀。宝宝，我们安全了。我轻声呢喃，眼泪终于忍不住夺眶而出。前4世的委屈、痛苦、绝望，在这一刻化作泪水，肆意横流。我深吸了一口气，擦干眼泪。现在还不是放松的时候。这条密道通往宫外的一处废弃水井，我必须尽快离开这里。我凭借着记忆中的路线，在黑暗中摸索前行。家族的那本秘籍，我一直以为只是一本能改变胎儿性别的邪书，但在我经历了4次生死之后，我才终于明白，那本秘籍分为上下2卷，上卷是关于繁衍和改变体质的秘法，也就是让我们家族女子拥有好运名声的根源，而下卷却记载着失传已久的鬼道医术和奇门毒理。前几世，我一心只想着如何生出一个他喜欢的孩子来保全性命，从未仔细研究过下卷，直到这一世，我彻底心死，才开始日夜钻研那些原本被我视为旁门左道的东西。不知过了多久，前方终于出现了一丝微弱的光亮，我加快了脚步，爬上满是青苔的石阶，推开那块掩护的枯木，终于探出了头。这里杂草丛生，人迹罕至，远处的皇宫此刻正火光冲天，暗室的坍塌肯定引起了不小的动静。沈之恒是死是活，我并不关心。我摸了摸贴身藏着的几张银票和碎银子，有了这些钱，我足够在江南一带置办一个小宅院，安顿下来。京城不能久留，我将头发打散，用泥土抹在脸上，把自己伪装成一个逃难的乞丐妇人，将怀里的女儿裹紧。从今天起，你不再是那个会随时被当成牺牲品的皇子或公主，你是我林燕回的女儿，我不会再让任何人伤害你。10里地路程，我足足走了近2个时辰。一个脸上带着刀疤的汉子正蹲在船头抽旱烟，看到我走过来，警惕地摸向了腰间的短刀。干什么的？这里不载客。我没有说话，直接从袖子里掏出50两，扔在了他脚下的甲板上。去江南最快的船。我声音嘶哑。刀疤脸愣了一下，捡起银子掂了掂，又狐疑地上下打量着我。现在的世道可不太平，看你这打扮，是在逃命吧？拿钱办事，不该问的别问。如果你嫌少，我还有。我又摸出了一根成色极好的赤金簪子。刀疤脸的眼睛亮了，50两银子加上这根金簪，抵得上他跑3趟黑船的利润。得嘞，夫人是个痛快人。他立刻换了一副笑脸，将银子和簪子揣进怀里。上船吧，底舱有个空隔间，委屈您躲躲。我踩着摇晃的跳板上了船，船身猛地一震，缓缓驶离了岸边。我低头看向怀里的女儿，她在颠簸中醒了过来。没有哭闹，只是睁着黑葡萄般的大眼睛看着我。从今天起，你就叫林无忧，娘亲只愿你此生无病无灾，无忧无愁。我在她光洁的额头上印下一个吻。船在江面上航行了半个月，这半个月里，我除了吃喝，就是借着舱室里微弱的光线，研读家族留下的那本秘籍下卷。以前我只觉得这东西晦涩难懂，可如今经历了4次生死，再看这些鬼道医术，竟觉得豁然开朗。秘籍上说，天下万物相生相克，能致人死地的毒药，用对了地方就是起死
回生的良药。而我们家族所谓的好运，其实是一种被提前透支了生命力的诅咒。只要按照下卷的吐纳之法和针灸刺穴，就能彻底封死这种体质，甚至将体内淤积的药性转化为自身的精力。我毫不犹豫地按照书上的方法，每天深夜在自己身上施针，起初痛得死去活来，仿佛有万千根钢针在骨髓里游走。但半个月下来，我不仅没有死，反而觉得身体轻盈了许多，连带着产后虚弱的底子也被彻底补了回来。半个月后，商船抵达了江南的中心灵州，这里水网密布，商贾云集，是天下最繁华富庶的地方，也是沈之恒的手最难伸到的地方。我花重金买下了一座僻静的3进小院，雇了一个老实巴交的聋哑婆子帮忙照看无忧。然后我开始了自己的计划，想要扳倒一个手握天下的皇帝，光靠恨是不行的，我必须要有钱有势，有一张无孔不入的情报网。我在灵州城最繁华的街角盘下了一间不起眼的药铺，取名回春堂，但我从不做堂问诊，只挂了一块牌子，专治天下奇毒，死症诊金1000两起，非将死之人不医。这块狂妄的牌子挂出去整整3个月，无人问津，街坊邻居都背地里笑我是个想钱想疯了的女骗子。我毫不在意。那天深夜，回春堂的门被人粗暴地砸开，几个凶神恶煞的壮汉抬着一副担架冲了进来，担架上躺着一个男人，浑身发黑，为首的是一个管家模样的中年人，他一把将一叠厚厚的银票拍在柜台上。我家老爷中了苗疆的蛊毒，灵州城所有的名医都说没救了，只要你能留住我家老爷一口气，这2000两银票就是你的。我只扫了一眼，就认出了担架上的人，灵州首富，也是江南最大的盐商总会会长钱万三。他可是个能在江南地界呼风唤雨的人物。我走上前，掀开钱万三身上的毯子，他的肚子高高隆起，像个怀胎10月的孕妇，皮肤表面还能看到有东西在蠕动。我冷冷地开口，这根本不是蛊毒。管家一愣，那是什么？是胎中煞。我转身走到药柜前，一边抓药一边说道，他早年为了发家，挖过别人的祖坟，沾了死人的怨气，这怨气结成煞，吸食他的精血，现在已经快要破肚而出了。管家吓得连连后退，你胡说八道，是不是胡说？你心里清楚。我将抓好的药材扔进捣药臼里，用力碾碎，把人都清出去，只留你一个。管家犹豫了一下，咬牙挥了挥手，让那些壮汉退到了门外。我拿出一套银针，在火上烤了烤。这钱万三中的其实是一种极其罕见的水生寄生虫，根本不是什么煞气，但我需要借着胎中煞的名头，展现我家族秘籍里障眼法的威力，彻底震慑住他们。我手起针落，又快又准地封住了钱万三心脉周围的大穴。紧接着，我将刚才捣碎的药汁混入烈酒，强行灌入钱万三的口中。拿盆来。管家慌忙端来一个木盆。不过片刻，钱万三突然剧烈地抽搐起来，猛地翻过身，哇的一声吐出一大口黑色的污物。管家看清盆里的东西，吓得一屁股坐在了地上。那是一团血肉模糊，形似未成型胎儿的肉块。这当然是我提前用秘药催化死老鼠肉做出的障眼法，但配合着钱万三吐出的黑色毒虫，在昏暗的灯光下显得无比真实恐怖。煞气已除，我抽出银针，用白布擦了擦手。钱万三隆起的肚子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瘪了下去，他原本青黑的脸色也逐渐恢复了活人的生气，虚弱地睁开眼睛，看到盆里的东西，也是倒吸了一口凉气。神仙，多谢活神仙救命之恩。钱万三挣扎着要给我磕头，我侧身避开，眼神冷漠。诊金2000两，1分不能少。另外，我还需要钱老板帮我一个忙。钱万三死里逃生，此刻对我已经是敬若神明。神仙尽管吩咐。别说一个忙，就是10个、100个，钱某也绝不推辞。我看着他，一字一句，我要你在3个月内帮我建立一条直通京城的商路，我要最快的消息，最好的人脉。钱万三没有丝毫犹豫，当即拍着胸脯答应下来。有了钱万三的财力和人脉支持，我的情报网迅速建立起来，回春堂成了灵州城最神秘的存在。达官贵人、江湖豪客，只要有钱有命，都愿意来我这里换一线生机，而我则从他们口中收集这个路情报。半年后，第一封关于沈之恒的绝密情报放在了我的案头。我坐在摇篮旁，一边轻轻摇着熟睡的无忧，一边拆开了信封。信上的内容比我想象的还要精彩。那天夜里，暗室坍塌，沈之恒因为被我踹了一脚，没能及时逃脱，被困在了废墟里。他虽捡回了一条命，但落下了严重的咳疾，水银灼伤皮肤，左腿被砸断了，成了个丑陋的跛子。沈之恒彻底疯了。从那以后，曾经以仁德著称的新皇变成了一个嗜血的暴君。朝堂上，只要有人稍微劝谏，就会被他下令屏障，当场打死。他封锁了京城，派出所有的暗卫，疯狂搜捕我的下落。他给暗卫下的死命令是：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尸，哪怕是一块骨头也要带回去。我将信纸放在烛火上点燃，看着它化为灰烬。来人！门外立刻走进一个黑衣人，恭敬地单膝跪地。这是我用重金和秘药培养出来的死尸头领，代号孤狼。主子有何吩咐？钱万三的商队，明天是不是要进京？回主子。是的，这次押送的是进贡的极品丝绸和茶叶。我站起身，走到书桌前，提笔写下了几行字，把这个消息混在商队的流言里，给我传遍京城的大街小巷。我要让京城里的3岁小孩都会唱这首歌谣。孤狼双手接过纸条，看了一眼，眼中闪过一丝震惊，但什么也没问，低头领命退下。纸条上写着几句简单的顺口溜：狸猫换子藏暗室，暴君无4段黄根，好运神女遭天谴，尸山血海乱乾坤。沈之恒最在乎的，除了绵绵，就是他那个不能人道的秘密和苦心维持的皇权。我要让他一无所有。几个月后，京城传来了新的消息，流言就像长了翅膀一样，在京城的大街小巷疯狂传播，哪怕沈之恒杀再多的人，也堵不住悠悠众口。最致命的是，朝中的几位元老重臣竟然真的联合起来，要求太医院对沈之恒进行验脉，以皇帝子嗣关乎国本为由，逼迫他证明自己还有生育能力。据说那天早朝，沈之恒在大殿上咳得吐了血，当场晕厥。醒来后，他直接将那几位元老重臣下狱，一时间朝野上下人心惶惶。而那个被他一直养在深宫的李维，在得知自儿子死讯后，也在一个雷雨交加的夜晚自尽了。消息传来时，我正在院子里教无忧走路，我将他抱进怀里，亲了亲他的小脸蛋。宝宝，你看，恶人终究是会有恶报的。但这还不够，我转身走进书房，推开了一面隐秘的书柜。书柜后是一个布置精密的暗房，墙上挂满了大大小小的地图，上面用朱砂标记着各种势力分布。钱万三的商队不仅带回了消息，还帮我摸清了如今朝堂上的局势。沈之恒因为暴政，已经逼反了不少地方将领，其中势力最大的是驻守北疆的镇北侯。镇北侯手握30万重兵，对沈之恒残害忠良的做法早就不满，但他一直在犹豫，因为师出无名，而我恰好可以给他一个最完美的理由。我从怀里掏出一块血红色的玉佩，那是家族历代好运女的信物，只有持有这块玉佩的人才能号令家族在各地潜伏的死士。以前我不敢用，怕被沈之恒发现，现在是时候让他见见血了。孤狼，我唤了一声，黑衣人如同鬼魅般出现在书房内，带上这块玉佩去一趟北疆。我将玉佩递给他，告诉镇北侯，我知道暴君藏在深宫里的所有秘密，我也能帮他兵不血刃地拿下京城，条件只有一个，城破之日，我要活捉沈之恒。10天后，我的马车停在北疆军大营，孤狼挑开车帘，我踩着脚踏走下马车，帅帐前，镇北侯肖战一身银色铠甲，正带着几个心腹将领大步迎了出来。林娘子，你终于来了。肖战拱了拱手，语气沉稳。我微微颔首，声音清冷。侯爷的动作比我想象的还要快。进了帅帐，肖战指着桌案上的京城布防图，眉头紧锁。京城虽然断了粮，但城墙坚固，晋军还有5万之众。若是强攻，我北疆军至少要折损3万弟兄。更何况沈之恒那个疯子，指不定会拉着全城百姓陪葬。我走到地图前，目光落在代表皇宫的那个红圈上。侯爷体恤将士，这仗自然不能强攻。不强攻？肖战愣了一下。娘子有何良策？我从袖子里掏出一块令牌，扔在桌上，那是宫中太监总管福海的腰牌。3天，侯爷只需要按兵不动，等上3天。我看着肖战，一字一句地说道：3天后的子时，京城的玄武门会从里面打开，侯爷的铁骑可以兵不血刃地踏进紫禁城。帐内的将领们面面相觑，满脸震惊。肖战倒吸了一口凉气，深深地看了我一眼。娘子要亲自进城，这太危险了。沈之恒现在就是条疯狗，见人就咬，疯狗而已，打断他的脊梁，拔光他的牙，他也就只能趴在地上摇尾乞怜了。我理了理身上的血糊大氅，转身向外走去。侯爷准备好接收这座皇城吧。至于沈之恒的命，别忘了我们的约定。当天夜里，我换上了一身灰色的布衣，戴上了一张特制的人皮面具，面具下的我看起来就像个40-50岁、饱经风霜的游方郎中。在福海的暗中接应下，我顺着当年逃出来的那个废弃水井密道，重新回到了这座吃人的皇宫。半个时辰后，我站在了沈之恒的寝宫门前。福海弓着腰，压低声音对我说道：“主子，那疯子就在里面。这2天他闹得越来越凶，已经砍了3个太医了，您千万小心。”我点了点头。大殿正中央的盘龙柱上，用粗大的铁链锁着一个人。滚！都给朕滚！谁敢过来，朕诛他9族！福海吓得腿一软，跪在地上：“陛下，奴才给您找来了江南最神的神医，回春堂的主人，他一定能治好您的病。”神医？沈之恒笑了起来：“都是骗子，全是骗子！太医院那群废物治不好朕，他凭什么？让他滚，不然朕现在就活剐了他！”我没有理会他的咆哮，
而是不紧不慢地走上前，将随身携带的药箱放在地上。陛下中的根本不是病，陛下这是被厉鬼缠身，中了胎煞。听到厉鬼和胎煞几个字，沈之恒的身体猛地一僵，他像见鬼一样看着我。你怎么知道？自打吃了孟黄泉，他每天晚上都会看到那4个死去的孩子来找他索命。这件事他连福海都没告诉，只以为是自己造孽太深。我打开药箱，取出一根3寸长的银针。草民不仅知道陛下被厉鬼缠身，还知道缠着陛下的是4个未满月的婴灵。这句话就像一道惊雷，狠狠地劈在沈之恒的头顶。就朕，神医就朕，只要你能把那些小鬼赶走，朕赏你1万两黄金，封你做国师，治可以。但草民行真时，陛下必须忍着，否则煞气倒流，神仙难救。朕能忍，朕什么都能忍。我走上前，捏住他的手腕，他的脉象极其混乱，已经是强弩之末。我没有丝毫犹豫，手起针落，直接扎进了他手背上的合谷穴。这一针，我用了10成的力气，并且微微捻动针尖，刺中了他的痛穴。沈之恒发出惨叫，疼，好疼！你拔出来！你这个庸医！他疯狂地挣扎，想要拔掉银针。我反手一巴掌，狠狠地抽在他那张溃烂的脸上，一声脆响，整个寝宫瞬间死寂。福海吓得直接趴在地上，大气都不敢喘。沈之恒也被这一巴掌打懵了。你想死吗？我冷冷地迎着他的目光，毫不退让。草民这是在打醒陛下，陛下若想活命，就闭嘴。我一边说着，一边以极快的手法接连在他头顶的百会穴、胸口的膻中穴和腿上的足三里扎下7根长针，每一针我都避开了要害，却精准地扎在了他最痛的神经上。随着7根银针入体，沈之恒痛得浑身大汗淋漓，连叫都叫不出来了，只能像离了水的鱼一样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但在剧痛的刺激下，孟黄泉带来的幻觉竟然真的被短暂地压制了下去。沈之恒大口喘息着，眼中爆发出一阵狂喜，没了，那些怪物不见了。神医，你果然是神医！我冷从袖子里摸出一个香囊，挂在了他的床头，香囊里装的是一种特制的凝神香。这香气平时闻着无害，但对于中了孟黄泉的人来说，却是控制幻觉的开关。只要闻着这个香，幻觉就不会发作；一旦离开，幻觉就会变本加厉的反扑。草民的针法只能暂时封住煞气，陛下想要根治，还需要2样东西。我一边收针，一边慢条斯理地说道：“神医请讲，哪怕是天上的星星，朕也派人去摘下来。”我微微倾下身，看着他的眼睛。第一，这4个婴灵怨气太重，是因为死于非命，且连个名分都没有。陛下必须下罪己诏，昭告天下，承认自己残害子嗣的罪行，为他们立长生牌位，日夜供奉。沈之恒的脸色瞬间变得煞白。下罪己诏，承认残杀皇子，这等于是在全天下人面前扒光他的衣服。不行，绝对不行！朕是天子，天子怎么会有错？陛下既然不愿，那草民告退。我毫不犹豫地提起药箱，转身就走，顺手扯下了床头的那个香囊。香气一断，沈之恒体内的毒素瞬间反扑。朕血，朕血！神医救我！把香囊给我！我冷笑一声，将香囊扔回他的脚下，幻觉渐渐褪去，他瘫软在地上，像是在鬼门关走了一遭。第2样东西呢？第2，平息怨气需要无量的功德。如今京城大饥，百姓易子而食，陛下必须大开国库，散尽内帑，向江南的米商购买高价粮，赈济灾民。只有散尽家财，换取万民感恩，这股功德之气才能彻底压制住婴灵的怨气。这句话一出，沈之恒的眼睛瞪得老大。国库早就空了，现在维持皇室运转和禁军军饷的，全靠他私人的内帑金库。你到底是什么人？沈之恒虽然疯了，但还没有完全傻掉。江南米商，回春堂买高价粮，他嘴里喃喃自语。突然，他的眼睛猛地一亮。江南，你是从江南来的？切断曹梁的是江南商会，造谣镇绝嗣的也是从江南传出来的。他的身体开始剧烈的颤抖，不是因为幻觉，而是因为一种彻骨的寒意。好运女那个秘书改换容貌。沈之恒猛地抬起头，死死地盯着我的眼睛。前4世，每次我死之前，都是用这种眼神看着他。林彦回，你是林彦回，你没死，你居然没死，这一切都是你捣的鬼，是你断了朕的粮，是你给朕下毒，是你引来的北将军。我看着他彻底破防崩溃的模样，没有否认。我走到他面前，蹲下身，用只有我们2个人能听到的声音，轻轻说道：“是啊，沈之恒，我从地狱里爬回来找你了。亲手毁掉自己儿子的感觉如何？被万鬼噬心的感觉如何？看着自己的江山一点点分崩离析的感觉又如何？”我每说一句，沈之恒的脸色就恢
微败一分。毒妇，你这个毒妇，朕要杀了你，朕要诛你10族！他歇斯底里的吼叫着，冲着门外大喊：来人，护驾，把这个贱人给朕拖出去，千刀万剐！门外传来了杂乱的脚步声，10几个全副武装的大内侍卫冲了进来。沈之恒眼中闪过一丝疯狂的希望，杀了他，给朕杀了他！然而那些侍卫并没有拔刀冲向我，这些曾经威风凛凛的禁军，已经连着吃了半个月的糙米和树皮，连拿刀的手都在发抖。福海从侍卫身后走了出来，冷冷地看着地上的沈之恒：陛下，国库空虚，内堂也已经半年没发军饷了，兄弟们连饭都吃不饱，连家里的老婆孩子都饿死了，您现在还要散进内堂去买什么高价粮，去修什么长生牌位？福海叹了口气，语气中充满了嘲讽：这差事兄弟们干不下去了。沈之恒愣住了，他不敢相信地看着这些曾经对他唯命是从的奴才。反了，你们都反了！朕是天子，朕要诛你们9族！陛下该醒醒了！我站起身，转头看向福海：时辰到了吗？福海恭敬地朝我行了个大礼：回主子，子时已到。我点了点头，开城门。是。福海一挥手，几个侍卫立刻冲上前，用破布堵住了沈之恒那张还在疯狂咒骂的嘴，将捆了起来。我走到寝宫门口，推开大门，远处的玄武门方向传来了一阵震耳欲聋的轰鸣声，无数的火把在城外亮起。北将军入城了。我站在高高的白玉石阶上，看着肖战一路畅通无阻，翻身下马。林娘子，本侯来赴约了。我微微点头，目光越过他，看向沈之恒，他被福海堵着嘴，反绑着双手，拼命地挣扎着，把他的破布拿开。福海立刻上前，一把扯掉了沈之恒嘴里的破布。毒妇，贱人，朕要杀了你！朕是真龙天子，你们这些乱臣贼子都会遭天谴的！一能开口，沈之恒就歇斯底里地咒骂起来。天谴！沈之恒，你杀我4次，残害我4个孩子，甚至连刚出生的婴儿都不放过。你为了练邪术，剥皮抽筋，草菅人命，你才是那个最该遭天谴的畜生。现在天谴来了，北将军的士兵已经控制了整个皇宫和京城9门，朝廷的文武百官，不管是自愿的还是被迫的，全都被押解到了广场上。我转过身，缓缓撕下了脸上那张苍老的人皮面具，人群中立刻爆发出一阵难以置信的惊呼：她不是死在冷宫的暗室里了吗？怎么会？真的是林家那个好运女，她居然还活着！百官们交头接耳，眼中满是震惊和恐惧。我走到广场正中央，接过福海递过来的一叠厚厚的卷宗：诸位大人，睁大你们的眼睛看看，你们一直跪拜的是个什么东西？我将卷宗狠狠地砸在沈之恒的脸上，纸页散落一地，那是太医院院守临死前藏在暗格里的绝密脉案。你们的这位好皇帝自幼被人下毒，伤了根本，他阳脉枯竭，是个根本不能人道的太监，是个断子绝孙的废人。这句话一出，全场哗然，那些老臣们更是震惊地瞪大了眼睛，仿佛听到了什么天方夜谭。皇帝是太监，你胡说，你血口喷人，朕能生，朕有绵绵。我冷笑着，字字诛心。他算什么皇子？那是你跟先帝的妃子李薇苟合生下的孽种，而且刚生下来就病死了。为了复活这个孽种，四处搜罗邪术，甚至娶我进宫，利用我林家的好运体质，生下孩子再残忍杀害，就为了给这堆烂肉换命。这宫里后院的枯井里埋着上百具被他放干了血的宫女太监的尸体，全都是他练邪术的药引。广场上一片死寂。疯子，真的是个疯子！先帝怎么会把皇位传给这样一个怪物？苍天无眼啊！几个老御史捶胸顿足，嚎啕大哭。沈之恒体内的孟黄泉毒性再次发作了。神医，香囊，把香囊给我，我什么都答应你。我下罪己诏，我认罪。他已经彻底分不清现实和幻觉了。我没有踢开他，而是缓缓从袖子里拿出了另一样东西，那是一个破旧的布娃娃。看到这个布娃娃的瞬间，沈之恒浑身剧烈的一颤。你怎么会把它带在身上？你想要吗？我轻声问道。给我，求求你，把它还给我。沈之恒像疯了一样想要抢夺，想要就当着天下人的面把你做过的那些龌龊事一五一十的大声说出来，否则我立刻把它撕成碎片。沈之恒崩溃了。我说，朕是个废人，朕生不出孩子，绵绵是朕和先帝的女人偷情生下的，朕把那些知情的工人都杀了，朕喝他们的泻炼丹，朕是疯子，朕是昏君，朕罪该万死。百官们听着这些骇人听闻的供词，有的直接吓晕了过去，有的则破口大骂：畜生，简直猪狗不如！老臣瞎了眼啊！肖战握紧了腰间的剑柄，眼中满是杀意。沈之恒吼完了一切，一口黑血喷了出来。朕都说了，全都说了，把绵绵还给朕。在他的注视下，我从旁边的火盆里抽出了一根燃烧的木柴。沈之恒，你是不是忘了我说过，我永远不会相信你的话。
同样的，你也不该相信我的话。沈之恒的眼睛猛地睁大，瞳孔收缩到了极致。我毫不犹豫地将手里的火把点燃了那个布娃娃。不，林燕回，你敢！他发出一声撕心裂肺的嘶吼。绵绵，不要！我的绵绵！沈之恒不顾一切地扑向火堆，可最后他抓在手里的只有一把黑色的灰烬，没了，什么都没了。我转头看向萧战，萧侯爷，这江山归你了。萧战深吸了一口气，上前一步，拔出佩剑，高高举起，暴君无道，残害忠良，天理难容。今日本侯替天行道，废黜沈之恒地位，顺应天命，重建新朝。30万北将军齐声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呼喊声震耳欲聋，响彻云霄。百官们见大势已去，纷纷朝着萧战叩首跪拜，高呼万岁！林娘子。萧战受了百官的跪拜后，走到我面前，这个疯子，你打算怎么处置？直接杀了吗？侯爷，就这么杀了他，如何对得起那些死在他手里的冤魂？他该有更重的报应。10天后，皇宫深处，报氏尽头的一处废弃宫房，但现在这里成了大沈王朝最后一位皇帝的寝宫，正是沈之恒。他没有死，被折磨得毫无人样后，就只能屈居这里，吃馊饭，喝臭水，太医院最好的金疮药，混合着我特制的续命吊气汤，每天都会准时灌进他的喉咙里。我不仅要他活着，我还要他长命百岁的活着，清醒地感受每一分痛苦。孤狼皱了皱眉，主子，这里的气味太重了，当心伤了您的千金之体。我摇了摇头，目光平静，这点臭味算什么？沈之恒体内的孟黄泉毒性并没有随着他的残废而消失，相反，在失去了视觉和听觉后，他大脑里的幻觉变得更加清晰。我从袖子里拿出一个小小的瓷瓶，瓶子里装的是那天烧毁布娃娃时我特意留下的一小撮黑灰。我倾斜瓷瓶，将那一小撮灰烬连同他最后的执念一起洋洋洒洒地倒进了粪坑里。灰烬落在他的头顶上，沈之恒似乎感应到了什么，我转过身，不再看他一眼，将手里的空瓷瓶随手扔进了无边的夜色中。风景是孤狼一挥手，几个死士抬起一块重达1000斤的巨大石板，轰隆一声，彻底盖住了汉井的井口，只留下几个拳头大小的通气孔。走出报室，远处的承天门广场上灯火通明，人声鼎沸。今天是新皇登基的大典，镇北侯萧战顺应天命，黄袍加身，改国号为大夏，大赦天下。福海穿着一身崭新的紫色蟒袍，早早的候在报室外的一处宫墙下。他现在是新朝的大内总管，看到我出来，福海连忙迎上前，深深的做了个揖。主子，大典马上就要开始了，陛下让奴才来请您过去。我停下脚步，拂去肩头的落雪，我就不去了。这金碧辉煌的紫禁城看着光鲜，底下却埋着太多吃人的白骨，我嫌脏。福海愣了一下，连忙压低声音劝道：主子，陛下对您可是敬若神明啊，昨夜陛下还私下跟奴才透露，只要您点个头，这后宫之主的位置非您莫属。谁稀罕什么后宫之主？我看着福海，语气不容置疑，你去回禀陛下，就说林燕回谢主隆恩，但我这辈子绝不入宫，绝不为妃。我要在宫外建一座听雪楼，听雪楼不干涉朝政，不掌管兵权，但他的眼睛会死死地盯着这天下所有的贪官污吏，盯着这座皇宫里的每一个皇帝。若是有一天大夏也出了沈之恒那样残暴不仁的昏君，我不介意再断一次皇城的粮草，再换一次天。福海浑身一震，吓得冷汗都出来了，他扑通一声跪在地上，连连磕头：奴才遵命，奴才一定把主子的话原原本本地带给陛下。他心里很清楚，眼前这个看似柔弱的女人，手里掌握着大夏半数的钱粮命脉，更有着出神入化的杀人医术。我没有理会跪在地上的福海，带着孤狼头也不回地走出了神武门。宫门外，一辆宽大舒适的马车早已等候多时，钱万三穿着一身富贵逼人的员外服，亲自站在马车旁替我挑起车帘。主子，江南那边的宅子都已经打点妥当了，咱们随时可以启程。钱万三现在是大夏第一皇商，风光无限，但在我面前，他依然恭敬得像个老仆。我点了点头，踏上马车。车厢里，无忧正躺在铺着厚厚白狐皮的软榻上，睡得香甜。我将他抱进怀里，看着他那张粉嫩小脸，紧绷了4世的心弦，终于在这一刻彻底放松下来。马车缓缓启动，驶离了这座困了我4世的囚笼。半个月后，江南灵州回春堂的后院里，密密麻麻地站满了上百个女子，她们有老有少，有的穿着华贵的丝绸，有的穿着粗布麻衣，但她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林家女，也就是天下人垂涎3尺的好运女。在过去的数百年里，这个名号就像是一道无形的催命符，将林家的女儿们绑在各路达官贵人的床榻上，沦为生育子嗣的工具。各位姐妹、姑姑、伯母，从今天起，这世上再也没有什么好运女了。人群中顿时起了一阵骚动，一个满头白发的老妇人颤巍巍地走出来，不可置信地看着我：燕回丫头，这是老祖宗
宗传下来的体质，是我们的命啊，怎么可能说没就没？这不是命，这是诅咒，这根本不是什么神仙赐福，而是当年那个江湖术士为了报复老祖宗没有将他招为女婿，而在我们血脉里种下的一种蛊毒。这种蛊毒会透支我们的生命力去孕育所谓的贵子，所以我们林家的女儿大多活不过40岁，甚至会像我一样死于非命。这番话如同晴天霹雳，砸在所有林家女的心头。她们一直以为自己是天选之女，虽然命苦，但至少受人追捧。现在才知道自己不过是别人用来繁衍的药渣。无数人掩面痛哭，那是信仰崩塌后的绝望。我猛地将那半卷记载着繁衍秘术的上卷秘籍扔进旁边的火盆里，火舌瞬间吞噬了那些害人不浅的文字。我叫你们来，不是来让你们哭的，我是来给你们解蛊的。我扬起手里的下卷秘籍，这半部才是真正的奇门医术。我已经在自己身上试过了，只要按照上面的针法，配上我研制的解药，就能彻底拔除体内的蛊毒。解了蛊，你们就不会再是那种一碰就怀孕的体质，你们会和普通女人一样，可以练武，可以经商，可以去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那些原本绝望的邻家女们纷纷抬起头，眼中闪烁着对自由的渴望。我姐，那个白发苍苍的老妇人第一个站了出来。我这辈子生了10个孩子，死了5个，被夫家当成母猪一样圈养了40年，就算解蛊会死，我也要清清白白的死。我也姐，还有我。上百个女子纷纷跪倒在地上，目光坚毅。接下来的整整1个月，回春堂闭门谢客，我带着我培养的几个心腹女徒弟，日以继夜地为邻家的女人施针、熬药、解蛊，过程是痛苦的，每个人都在鬼门关走了一遭，但没有一个人退缩。当第一盆黑色的毒血被吐出来，当他们感觉到体内那种常年压迫的沉重感消失时，整个后院爆发出了一阵重获新生的欢呼声和哭泣声。那一天，邻家女的诅咒彻底终结，我将所有的邻家女安顿在江南各地，我用前万三商会的财力给他们买田产、开店铺，我把秘籍下卷的医术传授给那些聪慧的女孩，让孤狼教他们防身的武功。不出3年，邻家的女人成了江南一股不可小觑的强大势力。转眼间10年过去了，大夏朝在萧战的治理下，国泰民安，四海升平，没有了残暴的昏君，百姓们安居乐业，夜不闭户。而沈之衡的那个大沈朝，早就像一个被遗忘的噩梦，消失在历史的尘埃里。江南的春天总是来得特别早，一个少女手里挽着一个漂亮的剑花，将满树的桃花震落。娘亲，你看我这招穿云刺练的对不对？少女回过头，冲着坐在亭子里喝茶的我大声喊道：“这是我的无忧，她今年已经11岁了。孤狼是她的武术师傅，钱万三教她经商的手段，而我则把毕生的医术和毒理倾囊相授，甚至连远在京城的肖战，每年都会派人送来几本兵法孤本，让他研读。我的无忧不需要依附任何男人，他自己就能成为参天大树，还不错，就是底盘还不够稳。”我放下茶杯，笑着朝他招了招手。无忧收起剑，抱住我的胳膊撒娇：“师傅太严厉了，还是娘亲最疼我。”我摸了摸他的头，眼中满是慈爱。这时，孤狼从回廊处快步走来，手里拿着一封加急的密信。他走到我身边，低声说道：“主子，京城传来的消息。”我接过密信，扫了一眼，心头毫无波澜。信上只有寥寥几句话：前朝废帝沈氏于昨夜丑时，在鲍氏汉井中暴毙。据查，其在井底苟延残喘整整10年，死前彻底疯癫，咬舌自尽。捞上来时，尸骨已被蛆虫啃食殆尽。10年，他在那个暗无天日的粪坑里清醒地痛苦了整整10年，这是他罪有应得的下场。我将密信放在旁边的烛火上，看着火苗将那张纸吞噬，化为灰烬。娘亲，信上说什么了？无忧好奇地探过头。没什么。我拍了拍手上的灰尘，站起身，拉住无忧的手，只是一个陈年旧账，彻底结清了而已。我牵着无忧的手，大步走出凉亭，走向满园的春色。今天天色好，娘亲带你去城外的马场骑马。无忧欢呼雀跃地跑在前面，我看着她奔跑的背影，嘴角扬起一抹释然的微笑。灵州城外的演武场上，红衣少女正手持一柄玄铁软剑，与8名黑衣暗卫缠斗。无忧今年满12岁了，她的剑法已经尽得孤狼的真传，甚至在轻功和身法的灵动上还要更胜一筹。一声脆响，无忧的软剑挑飞了最后一名暗卫手里的长刀，承让了。无忧收起软剑，仰起头冲我露出一个灿烂的笑脸：“娘亲，我今天这套破阵子练得如何？”我抿了一口清茶，淡淡地点了点头：“速度够了，但杀气不足。真正御敌时，敌人不会因为你是切磋就手下留情。”无忧吐了吐舌头：“知道啦，娘亲总是这么严格。”就在这时，听雪楼外传来了一阵急促的马蹄声，孤狼悄无声息地落在我的身侧。主子，是京城
城来的人，看旗号是御林军，带头的是大内总管福海的干儿子小福子。我放下茶盏，嘴角的笑意渐渐收敛。大夏朝建立10年，肖战一直对我听雪楼秋毫无犯，甚至刻意避让。今天怎么有胆子派御林军来我这里开中门迎客？一队数百人的御林军涌入了前院，为首的是一个面白无须的年轻太监，手里捧着一卷明黄色的圣旨，他昂着下巴，眼神中带着傲慢，四下打量。无忧握着剑挡在通往主楼的台阶前，来者何人？敢擅闯听雪楼？小福子捏着兰花指，冷笑了一声，咱家乃是奉了皇上的旨意，特来向听雪楼楼主宣旨的，还不快叫林燕回出来接旨？我从2楼的楼梯上缓步走下，我就是林燕回，有话快说，有屁快放，听雪楼不留闲人吃饭。小福子被我这狂妄的态度气得脸色铁青，大胆，见圣旨如见圣驾，你竟敢不跪？跪！我仿佛听到了什么天大的笑话。当年肖战打进京城，坐在龙椅上的时候，我都没跪过他，你算个什么东西，也配让我跪？我话音刚落，孤狼和周围的数十名暗卫同时上前一步，小福子吓得咽了一口唾沫，嚣张的气焰顿时矮了半截。林楼主息怒，咱家只是个传话的。小福子赶紧展开圣旨，清了清嗓子，大声念了起来。圣旨的前半段全是些歌功颂德的废话，但听到最后几句，我的眼神瞬间冷了下来。文林氏有女名无忧，温婉聪慧，端庄淑德，朕心甚悦，特赐封为长乐郡主，即日启程，随钦差入京，常伴太后左右，以示恩宠。钦此。圣旨念完，前院里鸦雀无声，无忧握着剑的手猛地收紧，骨节泛白，连11岁的孩子都能听出来，这哪里是去享福，这分明是要抓他去京城当人质。小福子合上圣旨，脸上又挤出一丝假笑。林楼主，这可是天大的恩典啊！长乐郡主，那可是比正经公主还要尊贵的封号，还不快让郡主谢恩？收拾行囊，随咱家回京。我没有接圣旨，只是看着小福子，突然笑了起来。肖战的皇位坐稳了，他开始忌惮我了，所以要用我的女儿来捏住我的软肋。肖战是觉得自己的命太长了，还是觉得我林燕回提不动刀了？小福子脸色大变，林燕回，你敢直呼陛下名讳？你这是要造反吗？造反！我冷笑一声，我当年能把沈之恒从龙椅上拽下来，今天就能把肖战也拽下来。你回去告诉肖战，要命就安安稳稳当他的皇帝，要女儿让他自己提着脑袋来江南抢。我说罢，猛地一挥衣袖，反了，真的反了！来人，把这个大逆不道的妖女给我拿下，保护主子！孤狼拔出长剑，挡在我身前。慢着！我推开孤狼，目光平静地扫过那些御林军。无忧，你不是嫌刚才切磋没意思吗？我转头看向自己的女儿，指了指那个御林军将领。今天娘亲就教教你什么叫真正的杀人技。无忧的眼睛瞬间亮了起来。好嘞！他娇喝一声，那名御林军将领还没反应过来，就看到一抹残影逼近眼前，刀剑相击，火星四溅。他怎么也没想到，一个12岁的小女孩竟然有如此深厚的内力，软剑瞬间划破了那将领的手腕，挑断了他的手筋。将领惨叫一声，钢刀落地。我端起旁边桌子上的一盘剥好的松子，一边吃一边淡淡的开口：步伐乱了，左边3步，刺他的七门穴，回身防守，用剑几格挡，攻他下盘。小福子吓得躲在一座假山后面瑟瑟发抖，他咬了咬牙，从怀里掏出一支响剑，用力一拉，尖锐的哨声在半空中炸响。这是京城暗卫特有的信号，肖战既然敢来宣旨，就不可能只带这些明面上的御林军，真正的杀招是埋伏在听雪楼外的皇家暗卫。随着响剑升空，数十名穿着夜行衣的刺客从天而降，保护主子！孤狼大喝一声，带着听雪楼的暗卫迎了上去。我坐在椅子上，冷笑了一声，在关公面前耍大刀，在我林燕回面前用毒。我放下手里的松子，从袖子里摸出一个小巧的瓷瓶，拔掉塞子，一股奇异的幽香瞬间弥漫在空气中。无忧，闭气！无忧立刻屏住呼吸，退回到了我身边。那些冲在最前面的皇家暗卫一闻到这股香味，动作瞬间迟缓了下来，惨叫声此起彼伏。那些刚才还杀气腾腾的皇家暗卫，此刻在地上痛苦的翻滚，前后不过1炷香的时间，全军覆没。我站起身，小福子吓得连连磕头：楼主饶命，楼主饶命啊！奴才真的只是个跑腿的。我居高临下的看着他，眼中满是悲悯和嘲讽。你回去告诉肖战，我林燕回当初能辅佐他登基，是因为我看中了他能给百姓一条活路，但我能给他龙椅，就能给他一口棺材。我转身走到书房，提笔在一张宣纸上飞快地写下了几行字，然后装进一个信封里，扔在小福子的
的脸上，把这个带回去交给他。如果他看了之后还要我女儿去京城，我林燕回亲自去京城取他的狗头。小福子如蒙大赦，抓起信封，连滚带爬的逃出了听雪楼。娘亲，我们真的要跟皇上开战吗？我摸了摸他的头，眼神深邃。不战而屈人之兵才是上策。肖战是个聪明人，他只是坐久了龙椅，需要人提醒一下他，谁才是真正能决定这江山命运的人。5天后，京城御书房，当朝皇帝肖战正脸色铁青地看着龙案上的那封信，信封里没有一句威胁的话，只有一张简单的账单和一份清单。账单上写着：大夏朝8成以上的盐铁转运由江南钱氏商会全权掌控，京城及北方各州府7成的医馆和药材供应归属江南回春堂。而那份清单更是让肖战不寒而栗，上面密密麻麻地列出了大夏朝3品以上大员的正妻、小妾或者身边最得宠的丫鬟的名字。这些人全都是这些年被我解救并暗中安插进去的林家女。这不仅是一张经济命脉的底牌，更是一张无孔不入的情报网和暗杀网。信的末尾只有我轻描淡写的一句话：江南春色正好，水土养人，若是京城风沙太大，这粮草和药材怕是运不过去了。肖战狠狠的一巴掌拍在桌子上，震翻了砚台，墨汁流了一地。他以为自己是天子，就可以掌控一切，却忘了那个在江南的女人早已经成了这天下真正的无冕之王。如果他真的断了粮草，切断了药材，不出半个月，北方就会大乱。如果他发动那些隐藏在官员后宅的林家女，大夏朝的朝堂一夜之间就会陷入瘫痪。沈之恒在粪坑里泡了10年的惨状突然清晰地浮现在他的脑海里。肖战机灵灵地打个冷战，来人！他大喝一声，大内总管福海战战兢兢地跑了进来。拟旨！肖战咬了咬牙，刚才你的圣旨作废，重新拟旨。长乐郡主天资聪颖，特赐江南灵州为郡主封地，世袭罔替，无诏永不入京。令赏赐听雪楼黄金万两，极品东珠百科，锦缎千匹。快去！福海连滚带爬地跑出去拟旨了。肖战颓然地跌坐在龙椅上，长长的叹了一口气。他知道这辈子只要那个女人还活着一天，这大夏的皇权就永远要对江南低头。又过了10天，新的圣旨连同浩浩荡荡的赏赐队伍再次来到了听雪楼。这一次宣旨的太监毕恭毕敬，连大气都不敢喘，宣完只放下东西就跑了。我看着满院子的奇珍异宝，转头看向无忧，这回你开心了。无忧手里抛着一颗拳头大小的夜明珠，不屑地撇了撇嘴，这些破石头有什么好看的？娘亲，我懂了。你懂什么了？我饶有兴致地看着他。无忧收起夜明珠，目光变得前所未有的坚定和明亮。我懂了，女人在这个世上不能靠别人的施舍，不能靠男人的良心，更不能靠什么天子的恩典。权力、尊严、自由都是要靠自己手里的剑和脑子里的谋略，一刀一枪拼出来的。只要我们自己足够强大，就算是皇帝也得看我们的脸色行事。听到这番话，我走上前，轻轻地抱住了我这个已经快长得和我一样高的女儿。这就对了，我的无忧生来就是要翱翔9天的鹰，绝不做任何人的掌中雀。我牵起无忧的手，向着听雪楼的高处走去。走，娘亲带你去清点一下咱们的家当，以后这偌大的天下，这庞大的听雪楼，早晚是要交到你手里的。